很多人一说到种菜，第一反应就是要有院子、有地。但如果你只有阳台，或者只是后院有一个阳光不错的角落，其实盆栽一样可以收获很多蔬菜。大家好，我是子丽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把适合盆栽的蔬菜分成5大类，一共20种分享给大家。这些蔬菜是我这几年亲身种植、反复验证过的经典选择。为什么盆栽有时比地栽还好？它的优势在哪里？在正式开始前，先简单说一下盆栽的好处。第一，盆栽升温更快。春天同样的气温，花盆里的土温通常更高，对喜热的蔬菜来说，启动早，结果自然就早一些。第二，盆栽可以移动，光线不够，挪一挪。春秋季突然降温，直接搬进室内，这是地栽做不到的灵活度，特别对新手来说，成功率会更高。第三，土壤完全可控，不用和地里的土拼运气，水容易浇透，病虫害和杂草压力也小很多。所以盆栽不是退而求其次，而是一种更可控的种菜方式。第一类，喜温果实类，茄科三宝加秋葵。这一类的共同特点是喜热、喜光，结果期长。一，辣椒是我觉得最适合盆栽的蔬菜，一颗就能结很多，从夏天一直收到秋天，3到5加仑的普通花盆就能种出硕果累累的效果。2. 茄子种在盆里反而更容易控水控肥，病虫害也更少。茄子的颜色丰富多彩，黑茄、白茄、紫茄、花茄都很漂亮。盆栽茄子种得好的话，果形经常比地栽还漂亮。3. 西红柿只要选对品种，盆栽成功率非常高。其中有限生长型或者矮生小番茄特别适合盆栽，光线条件好的情况下，盆栽的西红柿口味非常好。4. 秋葵典型的喜热蔬菜，它的花很漂亮，阳光越好长得越快。我前几年在花盆里种的秋葵，结果比地栽的更多，直立生长又不需要支撑，是阳台菜园的一道风景。这一类我个人的体验是，盆栽通常比地栽要早结果2周以上。第二类，爬藤类，黄瓜、苦瓜、豆角、雪豆。这一类蔬菜经常被认为不适合盆栽，但问题从来不在盆，而在有没有一个稳固的支撑架。它们的根系并不算夸张，真正需要的是向上攀爬的空间。只要花盆够深，水肥跟得上，盆栽一样可以有非常可观的收获。5. 黄瓜，我每年都会用自己 DIY 的自动吸水花盆种黄瓜，只要装上一个西红柿笼子，让黄瓜有地方爬，一颗收几十根黄瓜也不是问题。我最喜欢种全瓷黄瓜，收获更早。6. 苦瓜，盆栽效果也非常好，比地栽的叶子小，果实多，特别适合小空间的垂直种植。7. 豆角，如果你想尝试种豆角，包括芸豆、油豆，又不想和其他品种混种，盆栽一些就非常值得，种一颗收一堆，以后想继续种也不用买种子了。8. 雪豆，喜凉蔬菜，春天和秋天盆栽都很合适，我每年都会种一些大雪豆，豆苗雪豆都超级好吃。第3类，地下根茎类，土豆、红薯、生姜、萝卜。这一类盆栽的关键在于疏松、透气、干净、病虫害少的土壤，而配土合适的盆栽恰好能提供这样的条件。9. 土豆，用花盆或者种植袋种土豆，往往比地栽更容易成功，而且收获的时候也方便得多。种过土豆的土还是很松，稍微加点氮肥就可以接着种叶子菜了。好好玩的，有那个蛋壳粉、鸡粪、牛粪，你看很松的土。哇，这土太松，这太重要了。
啊，大大小小的就啊一串，啊，好好玩，这种的真好。10. 红薯是营养最好的蔬菜之一，抗旱、抗热、抗病虫害能力比较强。它的叶子也很好吃。盆栽红薯不像地栽的那样需要频繁提藤，所以也更省心。11. 生姜喜温暖但又怕暴晒，盆栽可以更灵活地选择生长位置。我的几次对比实验结果是，盆栽的生姜收获反而更多。12. 萝卜，我种萝卜基本上都是盆栽，只要2到3加仑的盆就能种出5磅以上的大萝卜。地栽反而经常被虫咬，很容易种一个寂寞。这一类虽然收获是一次性的，但挖出来的那一刻真的像探宝一样，成就感非常强。这个土豆好看，心形的。第4类，耐寒蔬菜，这一类非常适合春天和秋天盆栽，共同特点是耐寒，对花盆要求低。13、14，生菜和小白菜，生长期短，成功率高，非常适合新手。我去年秋天做土壤和肥料比较实验，就是用它们。在不到1加仑的小花盆里，有些菜苗已经长大到可以收获的大小了。15. 莴笋是我每年春天必种的蔬菜之一，也是一不小心会多种了来不及吃的蔬菜。盆栽往往比地栽更早熟，也看上去更加养眼。16卷新菜，我去年春天种台湾高丽菜，事先问 ChatGPT 要用多大花盆，他说至少7加仑才能种好。你们看看我用5加仑花盆种，效果也不错哦。17. 西兰花，它们占地大，盆栽反而空间利用率更高。我去年秋天用普通花盆和自动吸水花盆各种了1颗，结果都很不错，比我春天地栽的那颗结得更大。地栽的那颗拔出来的时候还发现了根种病。18. 葱是盆栽里的常青选手，光线差一点也能种，小家庭种1盆基本上不用再买葱了。它耐寒性非常好，在6区盆栽，不做保护也可以过冬。第5类，习水类蔬菜，不是所有植物都怕积水，这一类反而是怕你不给水。19. 茭白，种的时候选不漏水的盆，保证水肥供应，秋天就可以收获。这种鲜嫩的茭白在超市里往往很难买到。20. 空心菜，本来就是长在水沟里的菜，插枝就活，见效最快，剪了还会继续长，可以用自动吸水花盆种，也可以在盆侧边打孔，保证多余的水可以排出。如果你总是担心自己浇水太多，那真的可以试试这一类不怕涝的蔬菜。最后简单说一下香草类植物，它们也可以盆栽，尤其是比较野的那一类，比如薄荷，但我个人更喜欢把它们用在和其他蔬菜的套种上，比如在西红柿旁边种一些罗勒，而不是一盆单独种一种。盆栽能不能成功，不是看盆有多大，而是你一开始有没有选对类别。当你了解了这5类的特点，盆栽种菜就不再是碰运气，而是可以期待的成功。如果你也喜欢盆栽种菜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成功的是哪一类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订阅，后面我也会把每一类蔬菜单独分开，更细的讲具体怎么种。我们下一个视频见。